各位朋友、领导，下午好。原来呢，我的题目是把这个治已病提升为治未病，就是禅养的意义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太有点专业，一谈病的话有点太专业，所以呢，我们下午我是讲的另外一个题目，就是针对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禅养。这个题目是我的禅修体验。我讲课的时候，大家呢肯定不会累，用的画图片比较多，文字比较少。而且呢，讲课这些东西，我讲的东西呢，都是一些体验，我们不是书本上的知识，所以大家呢，好好听就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就是很自然的在讨论，在谈我是谁呀，我从哪里来，我又到哪里去。有的时候呢，我们还有这种现象，你比如晚上在家里坐着，尽管家庭非常幸福家里的人都在，但是你会感觉到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很痛苦的一种感觉，就是好像一种思乡病似的。我想回家，你就在家里，还想着要回家，那怎么回事呢？我们的家在哪里呢？所以在禅修里面呢，我们称作归宿，都是从这种反应来找到了答案。禅修或者禅宗，我们都知道，就是解决人类的痛苦、烦恼，解决我们的烦恼。怎么解决呢？是通过称作禅修称作禅宗这种方法，一种教育，让我们在心灵上得到解脱。文字的东西很多大家要是读书的话，有很多很多的书我们呢都没有太多的精力去读。今天我给大家讲我个人的一些体验，也许对大家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借鉴作用。我小的时候呢，就是也是幸运吧，就是遇到了我的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原来是在少林寺出家当尼姑的，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呢，就被打回老家去了，眼睛也瞎了。所以呢，但是呢，他会治病，三里五乡的都知道，这老太太虽然看不见会给人家治病，会很多民间的那些偏方，比如说丢魂了，给叫魂这一类的。他呢，有时候就给我讲一些关于少林寺的这个故事，非常，我小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有一种感觉很亲近，跟少林寺。你要是研究一下少林寺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有个很奇特的现象。我在全国访的很多，也认识很多出家人，很多的寺庙。少林寺有个特点，在1500年这个漫长的历史这个过程之中，有那么多的军阀混战、战火少林寺仍然保存下来了，很多寺庙都毁得一点都不剩，少林寺永远保存下来了。为什么呢？如果大家去仔细想一想，为什么呢？这个一定要深究我们这里边很有奥秘。有一年，我到嵩山少林寺的大摩洞，那时候
是80年80几年嘛，还是70几年？那时候还就是从少林寺达摩洞往下看，晚上基本上没有灯光，也没有现在我们这个繁华的这个旅游。那个时候我在山洞打坐的时候，周边还有狼，知道吧？有狼叫，有时候挺感觉可怕的，有一天晚上呢，就是天儿比较暗，狼呢叫又有点冷，我和另外2个朋友在这里打坐，哇，就有点害怕，当时就求达摩祖师来帮忙，你别说，也可能心诚它真灵了，竟然从空中拿到了一把蜡烛，然后还有火柴。我们一看这好了，能点蜡烛有火柴，我们就不怕了。然后从周边找了一些树枝子，就给点着了，这样我们在那儿接着这个修炼。从那个时候呢，就给我一个非常的印象，对我脑子就是一个很强的一种这个让你很强的一种认知这里面原来这么神秘呢，原来还真有祖师还真存在呢，所以呢，当时呢放松之后，我今天说的话呢，就是大家有时候当故事听，有的时候你想探索的话，我们底下再探索。当时呢，我就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就感觉2条龙，它那个柱子上有2条龙，就下来缠在了我的胳膊上，就在那儿开始练，就动起来了。动起来之后呢，这个声音说这就是达摩龙爪功，全身一种动。我说哇，还有这事儿呢，就是过去我们说在梦里可以学习，原来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也可以接受信息，所以呢，我就写了这么一句诗：达摩洞前龙爪功，少时山神来问清，夜送蜡烛与火柴，祖师传我洗髓经。就是那时候呢，那一段时间学习的很多东西，包括这个易筋经，就易髓经这种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修炼禅修，在这个达摩洞里面，我们都知道，达摩凭什么要在里面面壁9年？他到底想学习什么呢？就是达摩祖师他面壁9年，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禅宗的最终的目标是明心见性。我们说修禅呢，相对我们日常生活帮助很大，但是最终的目标或者最高级的目标，就是为了明心见性。所以当沈光文达摩祖师给安心的时候，把心拿来，心为何物都是为了明心见性。性是什么？性是什么？我们来看看一会儿我们再谈性是什么。禅宗里面呢，中午也些专家也说了讲的佛教里面很多讲是戒定慧，通过持戒通过修炼达到禅定的境界，在禅定中我们得到智慧。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要明心见性，怎么才能得到这个结果？怎么才能明心？怎么见性？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佛教的
很多修行方式，特别是对一般的修行者一般的修行者都是从戒开始你比如说说话要注意，不能说坏话比如说要吃素说的你的行动等等，通过限制你的一些活动，这样呢，在你打坐的时候能够定住。定呢是什么？到定，没有到定的那一会儿，那个修炼呢，我们光说定，那个不太明白。定是什么呢？我们修炼之后就会明白了，你真正的修炼者才能体会到什么是定。定就是那种状态，你的呼吸停止了呼吸停止之后，又很快，你的心跳也停止了。那种状态，它是定。所以禅宗里面对这个定分得很细，大定之后才能产生智慧所以在佛教里面，它的智慧主要是靠禅修在定中获取的。它和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的这个定呢还不太一样。我们呢希望通过学习、读很多书，通过思考来提高我们的智慧。在禅修中就不是这样了我们就是一定要修炼打坐到定，由定生慧。好，那么我们又明白了，当我们有了智慧之后，我们才可能明心见性，我们才能实现禅修的目标。这个慧就是我们的智慧，它到底是什么称作智慧我们佛家比如说观音菩萨大智大慧观世音菩萨，我们修炼的是要修大智大慧。修炼大智大慧的目的是为了明白事物的终极之理，也就是说明白人的本质见性。它这个慧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能不能把它更加具体化，更能深入进来看一看它到底是什么佛教讲了这个智慧，它是用的智来说，它是什么呢？它有天眼智、慧眼智法眼智、佛眼智、漏尽智。它怎么回事呢？智慧它和眼联系起来了，也就是和你智慧呢是和你的所见结合在一起了。如果你没有眼睛，那么这个所见就没有，智慧来不了所以宗教里面研究了人的他的本质，所以人的智慧要打开，一定要修炼你的眼，一层一层通过天眼智慧眼智、法眼智、佛眼智、漏尽智，通过这个五眼六通，就是你都明白了，通就是明白了有很多这个能力明白了，这样我们才能实现禅修的目标，明心见性。关于这个眼，我们在所有的这个文化里面，古文化里面，特别是宗教文化里面，都提了很多二郎神的这个眼很多古代的那个神医，他用手一摸就知道你内部什么病，实际上他们能看见在手上好像有眼睛似的。所以中国的文化里面呢有这一项。现代科学怎么来理解人的非视觉，不是这个正常的肉眼的感知呢？这里面很有意思。
现在的科学就是发现，在人的大脑那个小红点儿，那个小红点儿呢，它叫松果体。当这一个小的松果体活动的时候，当它一活动的时候呢，这样的话，它就具备了一种像视网膜这种功能，也就是把我们所取得的这个信息变成了一种图像，让我们认知。所以这个功能就叫在通用的世界上叫法是第三只眼，因为它区别于我们这两只眼，实际上是大脑的一种功能。大脑上有那么一个小的器官松果体，它的一种功能。如果我们禅修或者学这个意象医学的调理师，把这一个功能打开，那就如鱼得水了。你就会，因为你能看到，所以你都会明白很多事情。因为你能看到病，能看到病，而不是猜，你就会屡见奇效，创造无数的奇迹。关于这个眼睛的说法在我们意象医学里面呢，它是一种基础的训练。要想当为一个神医，当为一个好的医生，必须得具备这个眼睛的能力。具备了这个能力，我们才能更好的对人的健康状况进行了解。我们天天喊要健康要健康，如果我们没有一种更好的手段来发现我们的疾病潜在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发现一种方法把它解决掉，那只谈论健康就差得远了。在埃及金字塔里面，埃及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文明古国，这个国家呢，它同样对第三只眼有很深的理解。它画的第三只眼就和我们脑子里面的功能一样，就和脑子里面那个简直是太相似了所以古代的那个法老那些叫做这个荷鲁斯之眼，那些神，他们描述的神有这种天眼的能力他们对眼睛的理解和现代科学的理解是一样的，这个不是巧合。也就是说古代埃及他们对人的这个天眼的能力，他们对这方面的修行已经很深入了。所以我们大脑是一个我们研究我们这个大脑呢是一种非常复杂而又非常严密的一个器官。我们不但通过大脑，通过我们的神经系统进行感知而进行理解思考，同时呢，通过大脑呢，我们把其他的感觉能给它转变一种图像的方式来理解。当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怎么理解外界事物，你会发现，我们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感知，眼耳鼻舌身意但是光这些还不够，所以在佛教里面有7识、8识等等那所有这些认知，最终呢，获取信息量最大的就是眼睛，包括天眼。所以我们要学禅修呢，要真正想达到一个高级的程度，对禅的理解达到更深的理解，对佛教更深的理解，我们必须进行禅修。如果我们想很好的养生，也要禅修。禅修我们才能对生命进行更深入的理解。好，那么禅修呢，对生命是怎么认知的呢？我们往下看。今天给大家透露一个大的秘密，这是在少林寺，在少林寺里面
有一个牌子叫紧那罗王殿，紧那罗王殿，看得见吗？你看那个汉字，紧那罗王徐姓许就是我们祖宗的祖宗的祖宗老祖宗了他们这个老祖宗他出家，这也是我们祖宗一直往下传的。所以为啥给我说这个少林寺的事儿？小的时候有一种传统，说这个紧那罗王是在这个少林寺出家后来成为菩萨了。这个殿告诉我们禅修的秘密了，至少在这个方面告诉了我们很禅修的一种秘密。紧那罗王殿，这有三尊这个紧那罗王的这个像最右边那个像这个，因为那个照片我没找到，这是从网上找了一个老的照片，我自己拍的照片没有找到，已经很多年以前了它最右边那一个，它告诉我们禅修的秘密，禅修的结果，以及我们应该怎么理解生命我们看这个，这是最右边那一个最右边那个像，看这是比较老的我们看从它的头顶有2股云或者烟上来然后上去了，上去像彩云似的，在彩云的上边坐着一个和尚在禅修打坐。对，这个图好，这个图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我们不修炼，如果没有传承，就不理解它到底是什么它告诉我们2个事情。第一个，我们体内的我们叫灵魂或者叫阴神，这个灵魂呢可以通过头顶这个位置来出来。当灵魂出来的时候呢，一定有后边还有一个从脊髓上来，有一种能量来支持这个灵魂的行动。那个我们有传承，它叫灵气不是日本那个灵气，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灵气这种英文呢我们叫是非感知的一种transcendental energy， 就是我们平常感知不到的，就像鸟在水里，它感知不到有水像我们在空气里，我们感觉不到有空气，除非我们去认识它这个能量和我们身体的灵魂一起，当他们在禅定中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对生命的现象，什么是生命的本质，才开始领悟。所以在佛教里面，只要这个气上来英语呢就叫空达利尼，英文他们印度叫空达利尼当这个气出来之后，当你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叫 enlightenment 了，你就开窍了，开悟了，也就真正明白什么叫解脱什么才能体验什么是那种自在，什么是那种幸福它是这些词汇在宗教里面所用，在禅修里面所用的这种词汇，都是人生的体验，它不是知识，它是人的一种体验，用文字进行一种描述，来让世人理解。如果我们自己不去禅修的话，这种体验很难理解到这个我画这条线呢，就是在人的从大脑通过脊髓下来，它有一个也有一条经络这种经络它的能量出来之后，就是灵气
这个灵气在宇宙中一直都存在，在什么时候都存在。我们灵魂就是那个我出去之后是靠了这个气遨游虚空的。所以呢，我们说呢，少林寺里面的秘密很大。你如果就是一个旅游者，走马观花，啥也不明白。当你如果仔细看，它里面很多道理，它的知识，它的禅修的秘密，都在它的画和雕像里面。所以佛教呢，它有时候就说是相教，通过我们这个像，画的像或者是雕塑这种，来告诉我们不太好用语言来表达的这种修炼的体验。这也是为啥我用图画来给大家看看能不能表达明白什么是禅修的一种体验。它不太好说，用语言很难说。关于对灵魂的认知，其实在没了，换吧。我们刚才看了那个从《西游记》里面这的一段，所以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对这个灵魂出窍有很多地方的描述。所以禅修，我们怎么样能达到这个程度，在禅定中灵魂出窍，来体验宗教里面所谓的解脱、开悟才能明白。通过这种禅定的修炼的方式，我们才能明白少林寺里面隐藏的秘密。所以我们简单的用个图来表达的话，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命，我们现在的生命是一个肉体，这个肉体我们总是感觉我，突然有一天你在禅定之后呢，发现你离开了你的肉体，那个时候呢，它就叫灵魂，或者叫阴神。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肉体。那个时候我们明白，原来的我不是我这个肉体。如果我们再修炼，这个灵魂的能量会越来越强。它有很暗的到很亮的这种能量，它的能量级别越来越高。这就是很多现在的研究，宇宙是什么？宇宙都是不同能量的层次，能量越低，它越沉重，阴性越强。像这种物质，它是能量低的振动。我们的意识，它是一种高的振动。当我们说明心见性，那个性就是更高能量的表达。也就是说，那个我具备了更高的能量，我们认识到这个时候呢，就明心见性了。好，是去年呢，我们就是这个启动意识吧，想在全世界组织这个世界禅养联合会。所以我们去年是在国内开第6届一香一学大会，今年是分会，我们主会一香一学的主会是在下个月在阿拉木图，那个比我们这儿的规模还要大得多。那都是修炼中医和一香一学的。我们为啥要成立这个禅养联合会？我们看中国，我们看世界，很多人他对修炼、对禅修非常感兴趣。中国的气功在很多年以前，那就是人人皆知，它影响了全世界。所以我们这个少林禅修这部分内容呢，在91年那时候在国外开始传播的时候呢，我们就叫中原大地的气功，
我们这儿的气功，因为我们当时要禅修吧，人不明白，大家对这个这方面知识比较贫乏。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大家对禅修越来越感兴趣了，关键是气功出事儿了，现在大家都不敢教气功了。实际上，它真正的内容都是来源于禅修里面的。延陵法师有个宏愿，就是我们希望能通过这种禅养而不叫禅医的方式，让我们的民间、世界各国的大众都能得到这个受益，对他们的生命、对他们的健康以及日常生活都能提供一个益处。这也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支持者成立这个成立这个禅养联合会，是为了推动这个禅养，就是禅修和养生的结合，禅和养的结合，来更容易进入民间，惠及大众。我刚才说了，我们那个少林禅修，在我们刚出去，在国外，我们都叫中原气功，就是我们中原大地的这种气功的方式。我们91年出去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20多年了你看每年这个最近的就16年，每年17年、18年了每年呢，我们都有很多各个国家的朋友到少林寺来禅修。早上练太极的练大树功的，采天地日月精华的都有，爬山的、登山的、登嵩山的，这个你看这个规模都非常大的，这个好像就是我这看的不清楚，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一批的禅修的爱好者25年少林的禅修，我们传遍了50多个国家，我们数了有50多个国家都有很多的学员，大家都能看到，大家对这个真正对自身健康和生命很有帮助的这种禅修的方法非常感兴趣的。好，那么禅修具体化是怎么呢？我们所这个体系里面为了修一相一学，必须要修禅修，它是分松静定慧真。也就是说，我们先学会放松，日常生活我们太紧张了，各种压力我们连松都松不下来，脑子松不下来，肌肉松不下来，它静不下来松完之后，我们全身如果能静了，都有一套的方法，怎么样让我们静下来，然后呢，我们才能入定。等我们真正定下来之后，才能灵魂出窍，体验开悟和智慧，然后继续修炼智慧，我们才能真正的见到真理才能明心见性。所以他的修炼方式是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这种修炼方式就是禅宗里面他顿悟和见悟的一种结合，人不一样，有的呢他进步很快，有的很慢，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兼顾素质天分好的和一般的。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分享。